这座建筑为何如此引人瞩目？建筑师又进行了哪些精巧的设计？今天，大辉将带领大家解读大卫·契波菲尔德设计的詹姆斯·西蒙美术馆。第一，这座建筑在新旧建筑关系上的处理展现了非凡的艺术手法。你会发现，新美术馆的立面设计延续了临近老建筑的柱廊和基座元素，甚至连基座上的细小开口也得到了精准的对齐和呼应。在功能上，新美术馆与周围几座旧博物馆实现了无缝连接。契波菲尔德并没有简单的复制历史，而是通过了21世纪的抽象现代美学，重新诠释了古典建筑的经典元素，如柱廊、基座和大台阶，使其与周围的老建筑融为一体。这让我联想到了正在建设中的故宫博物院北区的效果图。大家怎么看？我个人觉得设计非常引人入胜。建筑对历史的回应不应仅仅停留在色彩和造型的模仿上。若效果图中没有人物，你能看出这是一个10几万平方米的建筑吗？还有更像一个几百平米的湖边小屋呢？我们还是回到詹姆斯·西蒙美术馆的探讨上。第二点，要谈的是它极简主义的立面设计，柱廊排列形成了整齐的节奏感。刚建成的宁武燕麦工厂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，柱廊的颜色、粗细和比例都非常相似。然而，这个工厂的设计效果略显不足。透过柱廊可以看到井字梁、洒落的天光、柱子和砖墙等多种元素。这种设计使内部显得非常丰富，而外部则试图营造出强烈的秩序感。两者截然不同的气质，反而使其外部柱廊显得多余。再看看契波菲尔德的美术馆设计，极为简洁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其实，我刚开始工作时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，设计欲望强烈，有太多想法想要表达。经过多次实践，我才明白 less is more， 少即是多。当所有元素都简化到极致时，那种秩序的力量和纯粹的美感才会真正显现。那今天这个建筑就先说到这儿，关注大辉，一起寻找设计的真相。